新婚那晚，联姻对象站在落地窗前，抽了一夜的烟，然后告诉我他有个喜欢的姑娘，那姑娘贫穷坚韧，出淤泥而不染。我沉默片刻，没告诉他，其实我也暗恋他好多年。我问，那怎么办呢？他笑了下，有点凉薄。此生我们再无可，我会与你共度一生。听闻我却高兴疯了，扑上去抱住了他。婚后，我倾尽所有去爱，换来的却是他永远的疏离与冷漠。谭宫1号主楼卧室，我只觉得自己如同汪洋中的一叶孤舟，被巨浪席卷的理智全无。直到浪潮最高点，池离川退出，我已经累得手指都不想动一下。池离川随意披上睡袍，淡声道：“我还有点事，你先睡。”卧室门开了又关，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几秒，撑起身体跟了上去。我踩着昂贵的地毯走到书房门口，就听见门内传出甜美的广播声：“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木木，欢迎来到深夜情感栏目《夜色撩人》。今天我们接到的投稿是……”我透过半开的门缝，看见池离川坐在窗前，面前放着一台收音机。男人侧脸冷峻，可看向收音机的眼里却附着化不开的温柔。纵然不是第一次撞见这样的场景，我的心还是被刺了一下。池离川每晚都会雷打不动地收听这个深夜广播，只因这个栏目的主持就是他的前女友林木木，而我苏宁夏不过是池离川平平无奇的联姻妻子。这一刻，门里门外的人都安静不已，只有林木木甜美的声音缓缓流淌在夜色中，直到广播里传出代表结束的曲子，我才回神，转身离开。我回卧室躺下没多久，池离川也回来了，感觉到身边塌陷一块，我就靠了过去。池离川没有推开我，轻声问：“还没睡？”我声音有点闷。明天我爸妈让我们回家吃个饭，你有时间吗？池离川沉默2秒，才开口：“上次回去你爸妈催我们早点生孩子，我不喜欢这个，况且我短期内也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我心里一刺，忍了一瞬，还是没忍住问道：“是因为林木木你才不要孩子的吗？”池离川声音骤冷：“我们要不要孩子，跟我喜欢他无关。”喜欢2个字像是重锤砸在我心上，疼得我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池离川也没有多说的意思，直接转身背对我睡了。我沉默地看着男人宽广的背脊，嘴里全是苦涩。第二天，池离川还是陪我回了苏家，他牵着我的手，彬彬有礼，如同一位天底下最称职的女婿。我妈见了，心底满意，嘴上还要说：“离川，我家宁夏脾气不好，性格骄纵，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池离川立即摇头道：“宁夏很好，我工作忙的时候，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很好。”他在说我很好，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觉得心里空空的。大概是因为池离川明明说话时神色那么认真，却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我吧。吃过饭，我就接到学校导师的电话：“宁夏，你现在赶紧来学校一趟，你一直想进的那个实验项目开始招生考核了。”我瞬间放下所有想法，眼里闪过激动。好，导师，我马上过来。池离川立即拿起车钥匙：“我送你。”从苏家到学校大概2小时，车子开到一半时，车载广播里突然传出一条娱乐播报：女星林木木拍摄时从高空坠落，现送往市医医院。池离川猛地踩下刹车，调转车头，朝着另一个方向驶去。我还没能从新闻里回神，就被池离川的举动吓了一跳。池离川，这里不能掉头。池离川神情冰冷，恍若未闻。半小时后，车就停在了市医院门口。池离川看都没看，脸色苍白的我就冲下了车。我推开车门就干呕起来，只觉得小腹隐隐作痛。我一步步挪到大厅，疼痛猛地加剧，让我忍不住倒了下去。有人霎时惊呼：“护士，快来，他流血了！”等我再醒来时，就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床边围着一堆医生护士。再远一点是神色复杂的池离川，还有手臂包着纱布的林木木。我就要起身，却被医生按住：“苏小姐，小心，你已经怀孕3周了。”医生叮嘱完注意事项后就离开了。我摸着自己的小腹，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时，站在池离川身边的林木木开口：“离川，你能为我跑这一趟已经很好了，但现在你妻子怀孕，你该多陪陪她，我就不打扰了。”池离川蹙起眉，语气不容拒绝：“我先送你。”看着2人离开的背影，我鼻尖忽然有点酸，直到手机铃声打断我的思绪。导师声音严厉：“苏宁夏，你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你的缺席让考核官有多生气？他们把你拉入了黑名单，以后任何跟这个项目有关的实验都不会再考虑你了。”我心神一震，连忙道：“对不起，陈导，我临时有急事，现在还在医院。”解释了许久，导师才叹着气挂了电话。我的心却沉到了谷底。池离川回来的很快，手里还提着一份我喜欢的抹茶蛋糕。他把蛋糕放在桌上，说：“我不知道你怀孕了，今天车开得太快，下次我会注意。”看着他如往常般淡然的神情，我攥了攥手：“你不该跟我说林木木的事情吗？”池离川闻言，眉头便皱了起来：“我说过我们的事情跟他无关，等会儿我爸妈过来，你也不要提起他。”他语气里的警告让我心脏像被人抓紧又松开，只剩空白。我低下头，不再说话。很快，我在池家父母欢天喜地的神情里被带回了家。回家后，池离川将我带到2楼。这个房间朝南，阳光好，给宝宝做儿童房子。我忍不住看向他，忽地开口：“池离川，你会不会做一个好爸爸？”池离川毫不犹豫地点头。
当然会。我扯了扯唇，抬手朝他伸出小拇指。来吧，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池离川看着我的动作，莫名觉得这一幕有些熟悉，但身体却依着我的话，完成了这个只有小孩子才有的幼稚动作。拉过钩之后，我看着自己的小拇指，低声喃喃：池离川，这是我们第2次拉钩了。也许池离川早就不记得，我们早在结婚前就见过面了。10年前，京都出现了一伙专门绑架有钱人家小孩的匪徒，我和池离川同时被绑。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是池离川安慰我，和我拉钩。别怕，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相信我，不然我们拉过钩的事情是一定会实现的。后来，警察真的及时就出了我们，还专门给被绑的孩子做了心理辅导。被绑架的惶恐逐渐从我心里淡去，可池离川的名字却始终留在我心里。我攥拉过钩的手指，心里忽然轻了轻。第2天，我还是找导师要了地址，去了项目总部。我想再试着争取一次，可我刚从车上下来，就看见池离川和林木木从大楼里走出，我心脏一颤，下意识躲进了车旁的阴影里。林木木的声音顺着风吹入我耳中：离川，谢谢你来帮我解决这次的麻烦，我会跟经纪人说，以后不要再打扰你。池离川声音无奈：是我让他找我，你的事情对我来说从来不是打扰。我忍不住探出头，正好将池离川眼底的柔情尽收眼底，心脏忽地发闷。下一秒，林木木忽地红了眼眶。你已经不属于我了，就算曾经再热烈，就算我现在对你还，我们也不可能了。他说着转身就要离开，却被池离川拉住手臂，用力揽入怀中。我从来没忘记过跟你过去，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我就在。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我看着池离川用我从没见过的温柔低声哄着林木木，看着林木木终于破涕为笑，被池离川牵着离开。我站在那里，直到2人走得再也不见身影，才压下所有情绪走进大楼顶层办公室。实验项目负责人严肃看着我：苏小姐，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深吸一口气，将手里的材料递上去。张指导，这是我对实验预设的实操方案，我有信心参与这个项目，一定会给您一份完美的答卷。办公室寂静，只剩纸页翻动的声音。整整2个小时，张指导才放下那份材料，抬头看着我：明天去实验室报道吧。我的心陡然一松，惊喜随即上冲。谢谢张指导。我怀揣喜悦回家，刚到家，池离川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媒体知道了你怀孕的事情，我准备直接召开发布会，已经让小陈来接你了。我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池氏集团总部总裁办公室，池离川看向我，声音冷静：有了孩子，可以给外界联姻稳固的信号，对我们2家都有好处。明明他说着孩子，讲的却是利益，我的心重重往下一沉。门外响起敲门声：池总，发布会可以开始了。池离川起身整了整衣袖，牵起我的手走了出去。我们刚出现在门口，就引起一阵骚动，有记者举着话筒抢先提问：池总，结婚前夕您在拍卖会拍下价值过亿的珠宝，是送给太太的吗？池离川表情淡淡：当然。我心脏猛地一紧，我从没收到过池离川送的珠宝，但记者已经将话筒对到了我面前。池太太，池总有个爱到极致的前女友，这件事您怎么看？我感觉到池离川握着自己的手突然用力，我沉默2秒，轻声道：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参与，无法做出评价，但我相信我先生。池离川扭头就对上我清然的眼，心头倏地划过异样。晚上，我靠在沙发上，拿着手机刷着网友对发布会的反应，而话题下热度最高的帖子是一张池离川和林木木的合照，15分钟前发布的，已经有了数百条评论。池少那时候多喜欢林木木啊，可惜最后还是被逼联姻娶自己不爱的人。苏宁夏没事吧？明知道池少有喜欢的人还往上凑，这跟3有什么区别？一字一句像钢针，狠狠刺入我心里。池离川见我脸色不好，凑近问：在看什么？他下巴靠在我肩膀上，一垂眼就看见了那些评论，气氛一瞬间凝滞。池离川蹙眉，淡淡开口：不用在意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心里闷得快要炸开，直直看向他。那你呢？你觉得是我拆散了你们吗？短暂的寂静过后，池离川轻描淡写的开口：我和他的曾经你参与不了，问的再多也没有意义。我喉间一梗，我下意识问池离川：那你对孩子的到来真的开心吗？池离川笑了笑：当然。可他眼底分明凉薄一片，看不见半点喜悦的情绪。这一瞬，我心底涌上的刺痛卷得我几乎不能呼吸。我张嘴想说什么，却被门口的动静打断。来，都进来。我和池离川同时看去，就见池母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池离川皱着眉：妈，您干什么？池母白了他一眼：宁夏怀了孕，这些都是我给她买的孕期用品，还有营养师、瑜伽师、理疗师，这可是我的宝贝金孙，再小心都不过分。池离川眼里闪过一丝厌烦，转身就往楼上走。随你的便。池母笑意微僵，然后拉着我的手：他就是这么个性格，你别多想。我手掌紧了紧，只能沉默。吃过晚饭，我就准备跟瑜伽师练练基本功，只是经过书房时，却听见池母严厉的声音：池离川，你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怎么还是忘不了那个贱人？你买的那套珠宝我查过了，经落在林木木名下，你这么做简直是存心给宁夏难堪。池离川冷笑一声：当初是你用你得了癌骗我，我才答应你跟木木分手，
现在苏宁夏有了孩子，你该满足了。至于我怎么对木木，那是我自己的事。池母气得一拍桌子，我当初果然就不该留下林木木那个贱人。池离川声音冷得像结冰。你要是敢对木木做什么，别怪我对你的宝贝孙子动手。我愣在那里，只觉得四肢百骸都是寒意。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也不知道这一夜自己是怎么过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回学校找到陈导。陈导，我已经跟实验室项目负责人说清楚，我今天就去实验室报道。陈导看着我，郑重叮嘱：宁夏，你是我最看好的学生，这次可不能再出现上一次的失误了。对了，项目投资人那边推荐了一个人过来，你们正好一起去实验室。话落，门口有人推门而入，来人笑着打招呼：苏小姐，又见面了。居然是林木木，我皱起眉。林木木走到我面前，声音里带着愉悦：麻烦苏小姐了，公司准备给我打造高知人设，本来还在讨论方案，没想到黎川会让我参与你这个项目。我回了神，随即压下心中的情绪，淡淡道：实验是很枯燥的事情，你愿意当花瓶给研究人员解解闷，求之不得，跟我走吧。林木木看着我的背影，脸色难看，眼里闪过疯狂的嫉妒。我进了实验室，有条不紊地开始安排工作。A 组做试剂，注意安全。B 组负责记录结果，务必详细。轮到林木木时，我顿了顿，你负责拍摄过程。林木木却出声：苏小姐，我大学时期学的就是化学，我也可以的。他说着就直接拿起桌上的试剂，我瞳孔一缩，别，可还是迟了。只见一声轻响，试剂瓶就这么在林木木手中炸开，刺鼻的气味混着林木木的尖叫，让我脸色顿沉，立即拿出手机拨了120。医院医疗室，我站在那里，听着医生说林木木的伤情，身后的门猛地被推开，池离川喘着气快步走到林木木前面，满眼心疼。这是怎么回事？林木木眼圈一红，直接扑进他怀里。黎川，好疼啊！我心都是麻木的，我安安静静的退出，毕竟我在那里实在是多余。不一会，池离川就从医疗室出来了，他看向我，话语如霜：你为什么要为难木木？看着他冰冷的目光，我只觉鼻尖蓦然一涩，我也冷下了声音：池离川，你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吗？难道他自己虚荣无知，为了出镜自食恶果，也算我为难我？池离川猛地皱眉：难道他会为了陷害你去伤害自己？你不觉得可笑吗？我警告你，立刻退出实验室项目，以后离他远点。我顿时气急，这个项目是我尽力争取来的，我不会放弃。如果你这么担心林木木，就让他换个地方镀金。池离川脸色骤冷：苏宁夏，怪不得我妈喜欢你，你这副仗势欺人的样子，简直跟她一模一样。这句话重重砸在我心上，让我脑海都空白了一瞬。我看着池离川，第一次从他眼里看见了不加掩饰的厌恶，心脏忽地发疼。最后我什么都没再说，转身便离开了医院。池离川看着我的背影，压下情绪，转身推开了病房门。只见林木木靠在床头，眼泪不止往下掉。他脚步一顿，立即上前急切道：木木，哪里不舒服？我叫医生过来。林木木飞快地别开头，声音冷淡：池离川，哄好你老婆了吗？林木木望着窗外，惨笑一声：明明是我提的分手，却在你结婚之后又出现在你面前。离川，你说我是不是活该？池离川上前将他抱进怀里，温声安抚：别胡思乱想，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公道。林木木靠在他怀里沉默着，眼里却闪过一道金光。池离川以为他不信，连忙勾了勾他的小拇指：别忘了当初我们被绑架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拉过钩的事情是一定会实现的。林木木陡然僵住，低垂的眼里瞬间布满阴霾。另一边，我打车回了实验室，就我准备继续实验时，陈导脸色沉重出现在门口：宁夏，你出来一下。蓦地，我眼皮重重跳了2下。我刚踏出实验室，就听见陈导开口：刚刚实验室给我发消息，你被踢出项目了。我用力掐住了掌心，颤声问道：为什么？这是投资人的意思，如果这个项目继续用你，他们就会撤资。我几乎一瞬间就反应过来，是池离川。我掌心几乎掐得出血，才压下心底的不甘，失魂落魄地离开实验室之后，我直接拨通了池离川的电话。我声线冰冷：是你要他们把我踢出实验室项目的。电话那头，池离川淡淡道：这个项目会接触到化学药品，对孩子不好。听着他轻描淡写的声音，我猛地顿住了脚步，心底涌上来的无力让我忽然就不想再说下去了。就在我准备挂电话时，池离川又说：晚上有个宴会，需要你跟我一同露面，我已经让助理去学校接你了。电话挂断，我听着手机里嘟嘟的忙音，用力闭了闭眼，只剩自嘲。晚上8点，池离川牵着我踏进了会场，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他脸上露出得体的笑意。有记者发问：池总，您觉得婚后生活跟想象中有没有什么不同？池离川看了眼我，摇了摇头：没有，我跟太太的婚后生活甚至比我想象中更好，她跟我各方面都很契合，彼此相处的也很融洽。可这时我却冷冰冰地开口：我不觉得我们的相处可以用融洽2个字。话落，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我直接甩开了池离川的手，径直离开。池离川愣在那里，看着我离去的背影，朝面前的记者笑笑：前2天惹到了太太，
他还在跟我闹脾气。说完，他就朝我的方向追了过来，而我半个眼神都没给池离川。池离川看着我清冷的侧脸，心下一动，苏宁夏好像跟他想象中那种无趣乖乖女不一样。我离开了宴会厅，就直接回了苏家。我妈担心不已地跟进我的房间询问，你跟黎川的采访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说你们吵架了。没有吵架。我说完，沉默了会，闷闷出声，只是池离川还和他的前女友藕断丝连罢了。我妈一怔，但最终还是坐在我身边，温声开口：这年头，谁还没个初恋？你不是早就喜欢池离川吗？才结婚多久，就想放弃了？看着我怔然的神色，我妈叹了口气，拉着我的手放在小腹上，就当是为了他，再试试吧。我妈拍了拍我的手，起身出去了。她刚下楼，就看见池离川在佣人的带领下走了进来。池离川恭敬朝她打了个招呼：妈，我来接宁夏。苏母却看着他，第一次冷了脸色，缓缓开口：黎川，即便是联姻，也是婚姻，你要记得你是谁的丈夫。池离川一愣，原本漫不经心的神色散去几分。我知道。他走进卧室，就朝我道歉：今天是我不好，以后我不会做出不顾你感受的事。你之前不是说想去大阪的度假山庄？我来的时候已经定好了位置，我们去放松一下。过了好一会，他才听见我的回答。好，池离川安排好了一切，我们在山庄悠闲玩了3天，让我有种又回到了蜜月期的错觉。最后一天，我们一起去泡温泉，经过大堂时，我看着里头闹哄哄一片，正好奇地看着，就感觉池离川停下了脚步。我顺着池离川的视线转头，就看见大堂门口林木木穿着拍戏的长裙，正双眼通红地看着池离川。下一刻，我被池离川牵着的手陡然一空，池离川上前一步，却又生生定住。而后，他像是下了决心，直接转身牵着我离开。回了房，我听见池离川的助理发来语音：池总，查清楚了，林小姐参演的剧组租下了另一边在拍戏。明明池离川似乎是选择了我，可整个屋子却如同缺氧般窒息。看着池离川沉默的样子的，我站起身，我出去走走。池离川坐在那里，恍若未觉。我快步走出房间，走到了某个休息区坐着。不知多久，一个袅娜的身影坐在了我面前。我不想搭理，正要离开，却听见林木木出声：苏宁夏，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我回头就看见林木木红着眼。要不是我为了追寻梦想主动放弃黎川，你根本没机会跟他在一起。我心里一刺，面上却淡。行，我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儿？林木木被我的反应哽了一下，脸色越发难看。你要什么？只要我愿意回到黎川身边，他一定会不顾一切跟我在一起的。我听着只觉得荒谬，我诧异问：你的意思是，现在你的梦想变了，不要当明星，要当我老公的小三了？林木木的脸色顿时又青又白，他气急开口：你不如问问黎川，在他心里谁才是小三？我冷眼扫过他，谁是小三由法律决定。说完，我转身就走。林木木死死盯着我的背影，眼里全是不甘。我回到房间时，里面空无一人。我皱着眉，直接拨通了池离川的微信电话。当铃声从走廊尽头传来时，我下意识看过去，橘色的灯光下，池离川背靠墙壁，看着怀中的林木木，音乐还在响，那是我亲手设下的铃声。我看见池离川瞥了眼手机，就毫不犹豫挂断了铃声。下一秒，林木木踮起脚，直接吻上了池离川的唇。这一幕像是一巴掌扇在我脸上，哪怕回到房间，胸口的窒息感依旧无法散去。直到时针走过12点，池离川才推开门走了进来，看着坐在床边的我，他下意识问：还没睡？孕妇可不能熬夜。我深吸一口气：池离川，我们回去吧。池离川眉心一跳，问道：是因为木木？我抬头看着他，眼眶有些红。是，不可以吗？池离川博看着我面无表情的样子，忽地想起刚才林木木的吻，心里一虚。他劝：夜里山路不好走，明天一早再走。我却固执无比，我说：我现在就要走。见我这样，池离川也被激起了火气，他猛地站起身。好，那现在就走。他自顾自地收拾东西，没再跟我说半个字。我们走到山庄门口，门口此刻却是人声鼎沸，林木木一个人被记者围在中间，如同狂浪中的孤舟，被挤得脸色发白。林木木，网上爆出你跟池总接吻的照片，你有什么解释？林木木，众所周知，池总已经结婚，你这是要知3当3吗？林木木，你是觉得娱乐圈待不下去了，想要当豪门金丝雀吗？长枪短炮，犀利发问。林木木整个人看起来似乎摇摇欲坠，我沉默看着。然而下一刻，身边的男人丢下箱子冲了过去，他将林木木护在怀里。面对记者，池离川一字一顿：我跟林木木不是你们揣测的龌龊关系，他在我心里永远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一片哗然声中，池离川毫不犹豫护着林木木扬长而去。我站在大堂门口，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只觉得夜风吹得我浑身血液都是冷的。许久，
我自嘲一笑，默然离开。池家别墅，池家太子爷跟3线女星温泉激吻，池家夫妇恩爱戏逢场作戏，池母一字一句念着置顶的热搜，念完，他狠狠将手机砸在桌上，发出一声巨响。池离川，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静静坐在一边，垂眸看着手机，热搜上的每个字都像是刀，犹如对我的凌迟。池离川脸色阴沉，声音也沉，我已经安排人把热度压下去，最晚明天网上就不会再有这件事的蛛丝马迹。池母看了眼一旁始终没出声的我，声音更大了，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宁夏还怀着孕，你怎么能让她一个人从那么远的地方自己回来？池离川这才注意到一旁沉默的女人，眼神顿时复杂。我仿佛没察觉到池家母子落在身上的目光，只是木然地滑动手机屏幕，可界面卡顿一瞬，却跳出来一条新的热搜。那些年我们相爱的过往，我心间一颤，下意识点进了那个词条，池离川和林木木的合照就这么跳了出来。两人虽然青涩，却有着谁都看得出来的甜蜜。而热评的前几条是：木木才是跟池少最配的人好吗？相爱的人最后却因为家事分开，好遗憾。我们木木当初提分手是为了让池少回去，让他有光明灿烂的未来啊！我爱你却无法跟你在一起，好惨的一对。那个联姻的苏宁夏才是小三，活生生一个破坏别人爱情的恶毒女配啊！评论数还在增加，全是祝福池离川和林木木而对我破口大骂的。我看着，心脏像是被一层层刮下，最后只剩个空壳。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居然因为一时冲动，一腔真心就踏进了一段婚姻。我关了手机，直接进了卧室，一直等我洗完澡，池离川才从外面进来。我没理他，自顾自擦着头发，然后打开了林木木的广播栏目，听着熟悉的声音。池离川下意识看向我，他有些干巴巴的开口：“你这是做什么？”网上的那些事我都处理好了。我捏着毛巾，轻声问：“然后呢？主导这场戏的人，你要怎么处理？”看着池离川顺便的神色，我扯了扯唇，看来他清楚，制造和引导舆论的人是林木木，但哪怕这样，他也舍不得伤他。池离川冷声道：“事情都处理好了，你还抓着不放，你还想怎么样？”看着他不耐厌烦的眼神，我心间像是被人掐住，许久，我才哑然出声：“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原来勾着手指许下的承诺也可以是假的。第二天天一亮，我就直接回了苏家。看着我妈担忧的眼神，我说出了自己做好的决定：“妈，这场联姻我不想继续了。”我妈似乎早有预料，她叹了口气，轻声道：“你想好了就去做吧。”我一直紧绷的心弦陡然一松。中午，池离川来了苏家，他一进门就将手里的东西递给佣人：“妈，我给您和爸带了些茶叶和补品，顺便来接宁夏去马场跟朋友们聚一聚。”彬彬有礼，就像每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样子。我只觉得刺眼，不等我妈说话，我直接走到池离川面前，淡淡道：“走吧。”我们上了车，池离川看着我的脸色，轻声说道：“我记得这还是你第一次跟我朋友聚会吧？我们结婚这么久，也该让你跟他们认识一下了。”我还是沉默。是啊，结婚这么久了，我还是第一次被池离川介绍给他的朋友认识。不得不说，也是个笑话。池离川见我还是不说话，不由也有些烦躁。他压下情绪问：“怎么还因为昨晚的事不开心？”我很轻的笑了下，没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反正我也不打算再继续这场婚姻了。池离川松了口气，脸上不自觉露出了笑。我听说你的骑术很好，今天可以让我见识一下。我被池离川亲自带进了马场休息室，里头一群人立即朝我打起招呼：“这就是嫂子吧？我们说了好多次让离川带你出来玩，他就是不肯，生怕我们跟他抢似的。谁不知道离川把嫂子看得跟眼珠子似的。今天嫂子能来，你就偷着乐吧。”我看着这群人哄笑的嘴脸，好像都不知道昨天闹得满城风雨的热搜一样，突然觉得一阵反胃。我转头看向池离川，我自己出去透透气，你们玩吧。不等池离川反应，我就直接走出了休息室，正要下楼梯时，却听见抽烟区有交谈声。听说上面那群公子哥都是为了来给一匹马过生日的，你懂什么？那马可是池少跟前任一起养的，就连 Chris 这个名字都是池少本来给他们未来孩子取的。我心脏像是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原来我以为普通的朋友聚会，竟是池离川给马办的生日宴。我自嘲一笑，而后抬脚朝养马棚走去。休息室内，池离川的死党撞了撞他：“池少，可以啊你。”两手抓。池离川皱眉：“你胡说八道什么？”那人笑了声，挤眉弄眼道：“我哪里胡说八道了？等苏宁夏生了孩子，接下来不就轮到林木木了？”池离川端着酒的手一顿，心情顿时烦躁起来。他将酒杯重重一放，眸色凉薄：“闭上你的嘴。”见他生气了，死党也没敢继续，只是说：“好好好，我闭嘴。但我最后提醒你一句，谢家老大可从英国回来了。”池离川眉心紧蹙：“所以呢？”那人一愣，随即瞪大了眼：“你难道不知道谢大少一直在追苏宁夏吗？你别自己彩旗飘飘被人戴了绿帽子都不知道。”池离川脸色猛地一沉，突然攥紧了酒杯。另一边，我走进养马棚，
就看见林木木骑在一匹棕色骏马上，抚摸着马脖子。看见我，林木木就笑了。苏小姐来看 Chris 吗？我跟黎川养他的时候，还纠结了好久名字。你觉得 Chris 这个名字怎么样？我看了他一眼，淡淡道：这个名字不错，只是不知道你跟池黎川以后有了孩子，又要叫什么？我就要离婚了。池黎川跟林木木可以毫无阻碍的在一起，自然会有孩子。林木木脸色难看起来，他看了看我微凸的肚子，忽然嗤笑道：我和黎川的孩子用不着你操心，但你是没办法给你的孩子取名字了。下一秒，他就狠狠朝马屁股抽了一鞭，随着一声嘶鸣，马就直直朝我撞来，眼看马就要撞上自己，我避无可避之下，竟是直接上前扯住缰绳，狠狠一拉，马背上的林木木猝不及防就被摔下马背，重重摔在地上。而我虽然避免了被马直撞，却也被带着扑倒在地。小腹传来的痛意让我忍不住白了脸色，我正捂着肚子，突然听见马厩门口传来一阵急切的脚步声。我抬眼就见池黎川已经直奔林木木而去，林木木被他搂在怀中，脸色苍白，开口：黎川，我只是想来看 Chris 一眼就走，但苏小姐非要跟我抢缰绳，故意让 Chris 失控。池黎川闻言立即转头朝我吼道：马是我跟他一起养的，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要计较？要是他出了什么事，你给我等着。我看着他失控的样子，心一瞬间凉透。我撑着身子慢慢站起，看着搂着林木木半跪在地的男人，忽地笑了出声：好，我等着。说完，我将婚戒从手上拔下，直接丢在了男人面前，戒指叮一声就陷入了草地里。池黎川整个人愣在原地，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怀里的林木木却突然出声：黎川，我的腿好疼。池黎川毫不犹豫地抱起他就往外走，我孤零零站在那里，只觉得身下有一股股热流不停涌出。在我倒地的那一秒，只看见池黎川一眼都没回头的背影。等我再醒来，鼻尖是刺鼻的消毒水味。我妈坐在一边，神色憔悴，看着我张了张嘴：宁夏，孩子不在了。瞬间，撕心的疼溢满了我的胸腔，疼得我红了眼眶。我摸着平坦的小腹，低声喃喃：也许他本就不该来。而此刻，病房电视里响起娱乐新闻的爆料：池少宇救爱复燃，在医院寸步不离，贴身照顾，甜蜜非常。据业内人士爆料，池少宇给林木木新戏投资。我抬头看着电视画面里依旧面目俊朗的池黎川，却忽然觉得他陌生至极。整整半个月，我才出院。回到家，我轻轻抽开一个抽屉，拿出了一本飞鸟集，里面每一首诗的空白处都贴着我悄悄拍下的池黎川的照片。而我翻开的那一页，正好是做大树，而非吐丝花；做炬火，做灿烂星光，祝你昂扬，祝你铮铮。而诗句下面还有我自己曾经的字迹：我喜欢一个人，便不要怕受伤，但倘若他伤你3次，你便不要回头。我抚过那行字，忽然无声落泪。池黎川为了林木木不顾自己危险飙车，护着林木木将自己丢在温泉山庄，就连我流产时，他也陪着林木木在散心。从开始到现在，池黎川给我的伤害又何止3次。我擦了擦眼角，看着那句不要回头，轻轻吐出一个字：好。我答应了曾经的自己，然后将那本贴着照片的飞鸟集直直丢进了垃圾桶，走出门去。妈，我想出国进修。我妈什么都没问，只是说好，我来安排。我回到池家收拾东西，刚进门就撞上要出门的池黎川，四目相对。池黎川忽然冷声开口：你倒是还知道有个家，以你的教养，应该知道做错了事情是要道歉的吧？听着他意有所指的话，我的手猛地一攥，我正要开口，就看见池黎川手里的手机闪出一条信息：林木木，黎川，我的腿又疼了。池黎川脸色一变，再也顾不上我，直接走了出去。我站在门口，就这么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眼帘，而后转身，再无牵挂。等池黎川从医院回家时，已经是晚上。他给我发了消息，让我在家等他吃饭，他要好好跟我谈谈道歉的事。消息却一直没回，皱着眉推开了家门，却看见家里坐了4个人，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他蓦地一怔，就看见我爸看向他，面无表情的开口：小池总，我们2家已经商量好了你跟宁夏的离婚事宜，你过来签了这份离婚协议吧。离婚协议4个字落在池黎川耳中，震得他瞳孔骤缩，看着4个人冷淡的神色，他心里忽然变得很闷。他淡淡开口：这份协议我不签，要离婚可以让苏宁夏亲自来跟我谈。他毫不犹豫越过沙发上皱眉的4人，走进卧室，重重关上了门。他靠在门板上，终于稍稍摆脱了那股窒息的感觉，却有股新的烦躁在心底升腾。是苏宁夏想要离婚吗？可他们还有孩子，他丝毫不为孩子想想吗？池黎川站在那里，眉心的折痕越来越重，最后拿出手机拨通苏宁夏的电话：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他顿了顿，再次拨通，依旧是同样的结果。苏宁夏拉黑了他。这时，卧室门突然被敲响，池母的声音有些冷淡：黎川，开门，我们聊聊。池黎川闭了闭眼，转身拉开了门。池母打量着他，看着他有些颓败的脸色，心里了然几分。他走进门坐下，直接开口：怎么不愿意离婚？池黎川薄唇紧抿，语气也淡：离不离婚是我跟苏宁夏的事情。池母眼里没有丝毫笑意，可人家已经找上门来说明要离婚，你强撑着又有什么意义？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好好对待宁夏，可你呢，非为了外面那个贱人闹得满城风雨。
你有顾及过宁夏的面子吗？你现在不想离婚，晚了。池离川看着激动的池母，冷声道：当初结婚是你安排的，怎么现在连我离婚也要安排？我不顾及面子，难道你们就顾及过我跟他的孩子吗？池母猛地一拍桌子：你还知道你有个孩子？我告诉你，那天在马场，他肚子里的孩子就已经没了。这一刻，池离川只觉得心脏被人重重打了一拳，他下意识出声：什么？他猛地站起身来，抓住池母的手臂：你又在骗我是不是？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此刻他的眼眶泛了红，连声音都在抖。可池母却残忍出声：不然你以为苏宁夏为什么走得干脆？又为什么面对苏家终止联姻的想法，我和你爸毫无反驳余地？他拨开池离川的手：你把人伤得太狠了。走出门前，他深深看了池离川一眼：你要是心里真有愧疚，尽早去签了离婚协议，对你，对苏宁夏，对双方家庭都好。寂静的房间里，池离川怔怔站在那里，想起那天在马场他对苏宁夏的声声指责，心忽然揪着疼了下。池离川一直在房间里待到晚上才出来，他看着池母，沉声道：妈，我想见苏宁夏。池母放下手中的报纸，摇了摇头：苏家人不会答应的，他们把离婚协议留在了这里，说等你签完字送过去，你要是不签，他们也有诉讼离婚的时间。一句话，这个婚苏宁夏必须要离。池离川紧紧抿着唇，忽然道：那就让他们诉讼离婚吧，我也有时间跟他们耗。没见到苏宁夏之前，我什么都不会答应。看着池离川大步往外走的背影，池母终于叹了口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另一边，已经在阿根廷安定下来的我看着视频里的我妈，顿时一愣：什么？池离川不肯离婚？我妈冷着脸：是他不肯签离婚协议，还在收到律师函的时候说什么离婚这件事双方都要到场，他这摆明了就是耍无赖。宁夏，你放心，咱就不见他，你就在那边好好完成你的学业，国内的事情交给我跟你爸爸就行。我恍惚了一下，才点了下头：好，麻烦爸妈了。挂了视频，我看着外面阴沉的天气，心里忽然有些闷。池离川，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念头只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也没有诱着我继续深想下去。在我决定放下那一刻，池离川想什么做什么都完全与我没有关系了。我拿出手机，找到出国前导师给我的那个号码，拨了过去。你好，我是京都大学化学系陈明玲教授的学生。对，最后我定于3天后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报到。我在公寓的床上躺下，看着窗外摇晃的树叶，心绪到底是乱了。但很快，手机却震动起来，是好友发来的一个视频。我好奇点开，就看见昏暗的灯光下，池离川坐在那里，面前摆着几个空了的酒瓶。有人在问：离川，要我说你就离婚得了，正好你能跟林木木再续前缘。池离川眉眼冷淡：我跟林木木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从没想过为了他跟苏宁夏离婚。先前的声音沉默了一下，皱眉问道：那你好几次为了林木木出头，又是为了什么？视频定格在池离川怔愣的神色中，我看着，眼底闪过一丝自嘲的笑意。池离川，你总是看不清自己的真心吗？我还没从视频里回神，就听见门口有敲门声响起。我放下手机，走过去拉开门，顿时愣了。刚才还在手机视频里的人，现在就站在门口。池离川脸上带着几分疲惫，声音很轻：不请我进去坐坐。我愣在那里，像是被按下了定格键。我从没想过会这么快再见到池离川，而对他出现在这里的目的，我更是一头雾水。我到底还是让池离川进了门。池离川进了门，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静静打量着四周。我放了杯水在他面前，而后坐在了他对面。我没什么情绪地问：你来找我是想谈谈离婚的事情吗？池离川心跳漏了一拍，他下意识开口：我没想过离婚。我定定看着他，但我想……池离川神色发紧，他握着杯子的手缓缓收紧，然后深吸一口气：我知道孩子的事情了，苏宁夏，对不起，我当时不知道你，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先送你去医院。我顿了顿，这好像还是第一次池离川跟自己解释，可事情发生后的解释太过无用，拯救不了我失去的骨肉，也动摇不了我想离开的心。我攥紧了手，缓缓出声：就算孩子没有出事，你和我也给不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庭。池离川，你扪心自问，你真的可以当好一个父亲吗？池离川刚要开口，放在桌上的手机却亮了起来，来电人木木。看着我一瞬间淡下去的眼神，池离川下意识就挂掉了林木木的电话，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在我和林木木之间选择前者。在我最不需要的时候，电话打破了之前的针锋相对，却也陷入更加冰冷的境地。池离川张了张嘴，声音有些迟疑：苏宁夏，我认真考虑过，我真的没想再跟他有任何牵扯。我很清楚我的妻子是谁。我淡淡出声：你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我们离婚后你要如何面对媒体，以及2家后续取消给公司带来的损失。我轻轻勾了勾唇：这不是你一直在做的吗？担心联姻出问题而跟我扮演恩爱夫妻。池离川，你不用演了，不该开心吗？我很少有这种锋利的时刻，或者说我这一面从未让池离川看见过，毕竟是我先喜欢上池离川的，所以哪怕联姻我也一头扎进去，只求能有个好结果。如今事与愿违之后，我也看清了自己在池离川心里永远不会排在第一位的真相。既然如此，我也不愿意强求了。而池离川的解释，除了让我一遍遍回忆被抛下的痛苦之外，毫无意义。我闭了闭眼，起身走到门口，拉开门，轻声道：池先生，请吧。池离川心里也堵了一口气，在这样的情况，
除了压着火气离开，他毫无办法。他走出门，就听见我将门关上，咔嗒一声落了锁。池离川气笑了，可心底莫名又腾起一丝难以言喻的酸涩。他脚步微停，最后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公寓。公寓楼下，池离川坐在车里，久久未动。车外狂风大作，随着一道闪电，暴雨倾盆下，打在挡风玻璃上，乱的就跟现在池离川的心一样。而远方缓缓驶来一辆银灰色的玛莎拉蒂，准确无误地停在了公寓楼下。而后里头走出来的那个人，让池离川蓦地攥紧了手机。谢家大少，谢文安。池离川不清楚为什么谢文安这个时候会出现在这里，可他想起朋友说过，谢文安一直在追苏宁夏，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袭上心头。池离川拉开车门，不顾落在身上的雨，快步走进了公寓楼。等他乘着电梯到苏宁夏所在的楼层时，刚好看到谢文安走进了房间。砰！房门关上，只剩谢文安刚才撑着的那把伞立在门口，在木质地板上求出一滩水迹。那滩水像是流进了池离川心里，让他觉得窒息，也让他失去了平常的冷静。他上前抬手敲门，然后看到了我诧异的神色。池离川从我眼里看到了他自己的狼狈，可他顾不上，只说天气不好，酒店满房了。不管出于什么考量，我也不能就这样将池离川拒之门外。我侧了侧身子，进来吧。池离川走进去，就看见坐在沙发上的谢文安，朝他点了点头。池离川，好久不见。他悠然的神色和池离川衣衫不整的狼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池离川敏锐地察觉到，谢文安脸上虽然挂着笑，但眼里那股敌意。他皱了皱眉，就看见谢文安站起身来，东西我帮导师送到了，就不打扰了。3天后，我在学校等你。我笑看着他，好，天气不好，你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谢文安笑得淡然，有司机，如果他连这个天气都应对不了，那我要考虑给他开那么高工资是否合适了。看着我们熟人的交谈，池离川坐在那里，只觉得被打湿的衣服贴在身上，有点冷。门开了又关，谢文安走了。我回身时，就看见池离川看着自己，眼里闪着我不懂的光芒。不过一瞬，池离川就收起了心里那点失落，朝我笑了笑，你这里有感冒药吗？我想预防一下。我皱了皱眉，还是去柜子里找了感冒药。看着我拿着感冒药走过来，他脑子一直在转的话就这么说了出来。宁夏，我不想离婚。我将感冒药放在他面前的桌上，淡淡道，现在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把感冒药吃了。我这里也没有空房间，你要是不介意，就在沙发上将就一晚。我摆明了不想谈这个事情。池离川也识趣，就着杯中的水吞了颗感冒药，不再提。药效发作的很快，池离川很快就有些昏昏欲睡，看着我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的样子，他眼皮沉沉，竟就这么睡了过去。我发完邮件，回头就看见沉睡的男人，我顿了顿，还是去床上抱了张毯子，轻轻盖在他身上。我正准备回房，就听见池离川含糊不清的低喃，拉过钩，不会食言的，木木。第二天池离川醒来的时候，有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预防感冒没成功，他头脑昏沉，连带声音都有点瓮声瓮气的感觉。人是难受的，但难受之余，他又有几分窃喜。昨晚我因为酒店满房，就让他留了下来。现在他真真切切生病了，又没地方住，是不是可以？池离川正想着，就听见卧室的门开了，他看过去就愣了。你昨晚没睡好吗？实在是我眼底的青黑太严重，脸色也一反常态的冷。池离川扪心自问，应该不是因为自己在这里我才睡得不好，毕竟我们曾躺在一张床上时我都睡得很好。下一秒，他就听见我比昨天更冷淡的声音，外面已经没有下雨了，你可以走了。池离川大概是第一次被人这么下逐客令，再是怎么想要挽回也受不得这样的气。他豁然站起身来，那张毯子轻飘飘落在地上，伴随着男人略冷的声音，苏宁夏，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我做错了事情你不高兴，你有跟我好好沟通过吗？我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能清楚知道你每一个想法。你说你要离婚，你知道离婚要双方到场吗？你对这段婚姻有没有基本的尊重？我现在千里迢迢的过来找你，可你呢？他本来就性子冷，很少一次性跟谁说这么多话。说完，胸膛起伏着，黑眸紧盯着苏宁夏，固执的想要一个答案，而我也给了他答案。我不想跟你沟通，我只想离婚。池离川所有的怒意都被这句话堵了回去，他看着我，牙关紧咬，最后摔门而去。听着那震天的关门声，我的心脏颤了颤。我垂眸看着地上那块毯子，苦笑一声，我怎么会期待池离川变了呢？他对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不是吗？我捡起那块毯子，随意丢在了一边，而后颓然坐在了沙发上，那上面还留着池离川的体温。我有些烦躁地扫了一把皮质的沙发，却听见咚的一声，池离川的手机掉落在地，屏幕也被摔得亮了起来。我下意识低头，就看见屏幕上的照片，是我和池离川的婚纱照。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池离川在照片上眼里似乎也有几分柔情。我抿唇，捡起手机，就看见手机上咚咚地弹出很多条消息，全都来自林木木。消息没显示完全，我只能看见几句。离川，我等会就上飞机了。离川，你说过要带我看遍。看着一条接一条弹出来的消息，我本想把手机静音，却不消息点到了消息。池离川的手机没有设置密码，我就这样跳进了林木木的对话框里，而林木木的备注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小时候就认定的人。
人，我鬼使神差的点了进去，就看见池离川给林木木的备注里写了很多东西，最上面一条是相识于一场绑架，动心在那次拉钩。我看着这行字，只觉得脑子里好像嗡了一声，绑架、拉钩这2个关键词触发了我最深刻的那场记忆，而让我记住池离川的那个场景，成了池离川爱上林木木的理由。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我无从得知。我将手机调成了静音，然后按下了锁屏键，想了想，我还是从手机里找到了池离川助理的电话，打了过去。那边接得很快，助理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忐忑。太太，怎么了？我顿了顿，看来池离川周边的人还没有知道我们要离婚的事。我说，池离川的手机落在我这里了，你试着联系他，跟他说一声。助理答应下来之后，我就挂了电话，起身整理着行李。没过多久，房门就被敲响，我走过去拉开门，就看见一个穿着职业装的男人。太太，我是来拿我们池总的手机的。我没多想，将手机递给他。阿根廷也有跑腿吗？那男人一愣，随即笑了。太太，我是池氏集团在这边分部的负责人。我皱了皱眉，池家在这边有分部？是。来这里工作的员工基本上都是一家人一起过来，公司也会分有宿舍。对了，太太要是有时间，可以去分部看看，池总在那里的别墅很有异国风味。听到这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冷笑一声，不必了。你把手机还给池离川的时候，记得跟他说一声，让他趁早去治治他的健忘症。负责人一头雾水的走了。我关上门，被池离川拙劣的手断气的发笑。我用力按了按眉心，将这2天的事情彻底抛之脑后。我再也不会对池离川抱有任何同情心了。负责人下楼时，池离川正站在车旁边等着。他接过手机，看着上面一连串林木木的消息提示，心里莫名心慌。他下意识问道：他有没有说什么？看上去有没有生气？负责人思索片刻，点头道：太太看上去确实有点生气。池离川心里一紧，就听见负责人继续说：太太还说让我给您带句话，让您去治治您的健忘症。负责人只当是小两口闹了矛盾，所以把话原模原样的带到了。池离川紧皱着眉，你跟他说什么了？就说了下让他有空去您的别墅看看。池离川终于明白苏宁夏生气的点了，可随即他又拧起了眉，他只因为这个生气，而不是林木木给他发信息。池离川心里烦躁的很，转身拉开车门，这个月你的奖金没有了。随着车门关上，车子扬长而去，只留负责人站在那里，一脸茫然。池离川回了别墅，这才有空点开林木木的消息。等弄清楚事情原委之后，他有些沉默，他直接拨通了助理电话。林木木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会来阿根廷？助理沉默2秒，才开口。听说是公司安排的进修任务，去国外的表演系进修一段时间，到时候又可以拿这个东西当噱头。助理说着，声音低了下来。池总，这几天我观察林小姐对您挺伤心的，我看她的意思大概是想跟您复合。池离川挂断电话之后，盯着茶几上的花纹，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若是换作从前，他听见林木木想要复合的话，是开心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心里隐隐腾起为难和烦躁。他往后一靠，拇指和食指相互摩擦，最终也没想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就看见手机上闪动着林木木的名字，他只能接起电话，就听见林木木欢快的声音：离川，我到阿根廷了，能不能麻烦你来接一下我？池离川迟疑2秒，还是开口：地址发我马上过来。他总得找个机会把事情跟林木木说开。很快，池离川就到了机场，看到了穿着清纯的林木木。池离川走过去时，正听见林木木用流利的英文跟那些人说：我男朋友来接我了，我先走了，学校见。池离川脸色不由微沉。林木木走过来，直接挽上了他的胳膊。离川，我们走吧。池离川看了那些人一眼，脸眸，跟林木木走出了机场。直到上了车，池离川才淡淡开口：你们公司怎么会让你来阿根廷？这边的大学没什么很出名的表演系。林木木不在意的撩了撩头发，笑道：都是公司高层的策略而已，打着进修的名头出国游玩一趟，装样子又能树立好名声，这都是娱乐圈的套路啦。池离川抿了抿唇，随口道：木木，我现在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以后在外人面前你不要再说我是你男朋友了。林木木放在身侧的手猛然掐紧，但脸上却露出一副不好意思的神情。我知道我们早就是过去式了，但我不想跟别人说的太明白，也省去了之后很多麻烦，没有下次了。池离川见他这样，也不好多说什么，倒是林木木看着池离川，好奇道：我之前听你说过，阿根廷这边的分部已经很成熟了，不需要你操心，你怎么来这里了？池离川打了把方向，随口道：苏宁夏在这边。林木木脸上的笑意差点维持不住，索性看向窗外，不再说话。很快，池离川就把他送到了学校，扬长而去。另一边，我整理好了房间，正要下楼丢垃圾，就看见刚从车上下来的谢文安。我有些诧异：谢大哥，你怎么来了？谢文安上前提过我手里的垃圾，随意道：来带你去吃饭。我在阿根廷待过一段时间，发现了几家好吃的餐厅。他这么一说，我真觉得自己有点饿了。等谢文安把垃圾丢进垃圾箱之后，我就开口：好，那麻烦你了，我请。谢文安扬了扬眉：也行。就在我们要离开时，却看见站不远处坐在车里脸色略白的池离川。我脚步下意识停了一下，随即看向谢文安：走吧。可下一刻，
池离川用很快的速度走到我们面前。宁夏，你要跟他去哪？这样质问的语气让我有些不舒服。我随意开口，池离川，我去哪？现在没必要跟你报备吧，毕竟现在我们已经是正在协议离婚的夫妻了。谢文安靠在自己车上，听到这句话，眉梢动了动。池离川察觉到他突然高兴起来的神色，像是被人往脸上抽了一巴掌。他缓了缓语气，这件事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前不用再提。我没记错的话，谢大少这次来阿根廷是为了跟池家谈生意，不介意的话，我们一起去吃个饭。谢文安撩起眼皮，笑得温和。小池总可以问问宁夏的意思，他没意见，我就没意见。过于轻易的称呼让池离川不由再皱了皱眉。他看向我，动了动唇，你觉得呢？我自然是不想让他去，可是关谢文安的公事，我没有拒绝的理由，最后只能点头。池离川蓦地松了一口气，看着我坐上谢文安的车，他也转身上车，紧跟着前车往餐厅走，心里却乱成一团。餐厅很快就出现在三人眼前，看着那个火红的励志图标，我眼前一亮。谢大哥，这是家中式餐厅吗？谢文安锁了车，笑道，不全是，里头的主厨也会弄鱼子酱、鹅肝之类的菜式。我眼前再度一亮，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那挺好的，可以尝尝，应该会很符合你的口味。池离川站在我们身后，却发现自己完全插不上嘴。三人进门的时候，有人迎上来，朝我们说了句什么。谢文安随意挥了挥手，我有点好奇，怎么了？谢文安回眸笑了笑，没什么。他问需不需要给我们带路。池离川看着谢文安的脸色冷下去。刚刚那人的西班牙语很正宗，不带任何地方特色，所以他也听得很明白。他对谢文安说的是，老板，需不需要给您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这家餐厅是谢文安的，那招牌上那个火红的荔枝。池离川攥紧了拳，心里油然而生一股危机感。这一顿饭，池离川食之无味，也再没说过半句话。安静的我不由多看了他两眼。吃过饭之后，谢文安看向池离川，小池总，你先前提到了生意，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我们谈谈。池离川一顿，下意识看向我，你有时间吗？要是有事，我先送你回去。我抿唇，而后摇了摇头，我没什么事，你们聊，我随便找个地方逛逛。我没等池离川说话，就推开门走了出去。刚在一个沙滩棚里头躺下，就听见一道尖利的声音，苏宁夏，你怎么会在这里？听着这熟悉的嗓音，我淡淡回眸，果不其然看到一脸惶恐的林木木。我眼前浮现林木木骑在马上发了很朝我撞过来的神情，脸色愈冷，怎么你都能来这里，我不能？林木木经过最初的震惊，心里又有了新的疑惑，所以黎川是为了你才来的阿根廷。我转过头去，他是为了生意，别什么都扯到我身上来。林木木半信半疑地看着我，直到同学拉着他要走，他才离开。我闭了闭眼，心绪有些烦躁。半晌，我睁眼，正要喊老板送东西过来，就看见池离川端着2杯碧绿的苏打水走到我面前。池离川将苏打水放在我手边，温声道，没放很多冰块，尝尝看。可现在我看到他，心底那股烦躁更重了。我冷冷出声，池离川，我刚刚看到林木木了。池离川眨了下眼，他是公司派来进修的，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淡淡看着他，你来阿根廷才2天，他就被公司派来进修了，你觉得我会信吗？还是说你们俩就有缘分到了这种地步？我毫不客气的话让池离川有些难堪。他沉默2秒，问你要怎么才肯相信我？看着他诚恳的样子，我想起的却是他抱着林木木没有半点犹豫质问自己的画面。我随意扯了扯唇，池离川，离婚之后我只想跟你当陌生人，我相不相信你不重要。池离川终于忍不住，我没说答应离婚，那你就等着收法律传票，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我过于激烈的话语终于让池离川没了底气，他闭了闭眼。苏宁夏，我知道从前的事情是我的错，可我不想离婚，我们再试试，行吗？我看着他，缓缓举起了右手，纤细的手上空无一物。池离川愣了愣，怎么了？我看着他笑了声，你看，你甚至没察觉到我们的结婚戒指不见了。池离川脸色一瞬间变得难看，他想起来了，那天在马棚里，我将结婚戒指丢在他身上，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决定放弃他的吗？我收回了右手，对池离川道，如果你能找到结婚戒指，我可以考虑给你一次机会，但你要是找不到，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池离川眼睛一亮，他重重点头，好，我一定找得到。我深深地看着他，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池离川永远不懂，我要的不是一枚戒指，而是他再不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也不会懂。破镜不可能重圆，被伤过的人也无法再敞开心扉。看着我越走越远的背影，池离川的心跳得很快，他拿出手机打给阿根廷的负责人，给我订最快的一班机票回国。整整20多个小时的飞机，池离川才下了飞机。他连家都没来得及回，就去了马场，进了养马棚。池离川凭着记忆走到当初苏宁夏站着的地方，低头仔细搜寻，足足10分钟。池离川甚至把范围扩大了一点，仍旧一无所获。他捏了捏眉心，把养马人喊进来。这个养马棚多久打扫一次？养马人立马说道，每天都有专人打扫的。每天？池离川心顿时往下沉，他张了张嘴，说，我丢了枚戒指，你去给我问问有谁见到过。养马人脸色变了，头也没回的去了。很快，马场的负责人来了，他恭恭敬敬的开口，池少，
我们已经问过了，没人捡到过戒指。我们对招聘过来的人都要严格要求的。池离川眉心紧蹙，那就查监控吧，戒指就掉在这里，总不能长腿跑了。负责人看了一眼头顶的监控，试探着开口：池少，这个监控是坏的，那就找人修复，这点事都不能办吗？负责人这下知道了池离川对那枚戒指的决心，连连点头之后忙不迭出去了。池离川站在那里，听着马儿打响鼻的声音，有些恍惚。那天他站在这里，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就为了林木木指责苏宁夏？又为什么明明两个人都倒了地，他第一个扶起的却是林木木？明明在结婚那天，他就决定哪怕是联姻，也要好好对苏宁夏的，不是吗？无数个问题萦绕在他脑海中，一遍遍回想，让他几乎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不知道过了多久，负责人才回来喊他：池少，监控已经修复好了。池离川回过神来，直接朝着监控室走去。监控室内，马棚的监控显示在屏幕里，画面上骑在马上的林木木和站着的苏宁夏就这么定格在那。池离川目光落在那个监控上，看着一脸得意的林木木，心里突然多了些不安。这不是他记忆里的林木木，又或者这才是真实的林木木。池离川走过去，按下了那个倒三角的播放键，而他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林木木张扬的挑衅：苏小姐来看 Chris 吗？我跟黎川养他的时候还纠结了好久名字，你觉得 Chris 这个名字怎么样？有那么一瞬间，池离川情愿是自己幻听了。他拖动着监控的进度条滑到最前，再次听见了林木木的这句话。监控一点点往前挪动，他也一点点看见了那天事情发生的全貌。林木木挑衅，苏宁夏反讽，林木木骑着马去撞苏宁夏，以及后来他抱着林木木对苏宁夏恶语相向，苏宁夏起身将戒指砸在他身上，最后人都走完了，苏宁夏站在那里捂着肚子苍白的脸。池离川瞬间红了眼，原来他的孩子是这么没有的。这一刻，池离川甚至不知道该去恨谁，那个失去的孩子是他亲手杀掉的。池离川蓦地抬手捂住了眼，眼眶滚烫，心底却冰凉。这样的他还有什么资格说出不离婚的话？又有什么资格求得苏宁夏的原谅？他还兴高采烈以为苏宁夏是想给自己一次挽回的机会才提出了这么个要求。他大概早就猜到了现在这个场景吧。池离川颓然地靠在椅子上，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万箭穿心。叩叩叩，一阵敲门声传来，池少，清洁部的人来报，您要的戒指找到了，您看看是不是这枚？池离川呼吸一顿，猛然起身拉开了门，就看见负责人手上静静躺着一枚戒指，他当时亲手给苏宁夏戴上的戒指。池离川拿过，紧紧捏在手里。是，麻烦了。负责人一愣，刚要开口，就看见池离川快步往外走去。池离川走出去，刚要拿出手机看机票，就看见池母的电话先一步闪动起来。池母的声音没了从前的雷厉风行，反而多了几分疲惫。最近你看热搜没有？你和林木木的流言蜚语层出不穷，压都压不住。池离川，你要是真这么恨我当初拆散了你们，以后你的事我也不管了。池离川顿了顿，低声道：妈，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会处理好。池母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直接挂了电话。这边网友正就着林木木和池离川的豪门虐恋磕生磕死的时候，相关热搜上突然跳出来一条当事人回应，网友下意识点进去一看，就看见池离川发了微博，本人跟林木木早就是过去式，希望各位不要因为捕风捉影的谣言对我的妻子和家庭造成影响。林木木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明媚的笑意，他拿出手机准备给池离川打个电话，约他一起吃晚饭，经纪人的电话却先一步打了进来。林木木接过，问怎么了？而经纪人沉默片刻后的回答几乎将他打入深渊。池离川发了声明跟你划清界限，表明跟你早就是过去式，现在全网都对你之三当三这件事表示抵制，你的所有代言都宣布跟你解除合作，还有你之后的戏也找上门来要求公司赔偿违约金。林木木，你被放弃了，一字一句像是雷霆，劈开了林木木片刻前的怡然自得。他握着手机还想说些什么，经纪人那边却已经挂断了电话。林木木站在那里，急忙打开微博，就看见池离川那条不留情面的微博妻子这个字眼落在林木木眼里，刺眼至极。他想也没想就直接拨通了池离川的电话，却提示关机。一时间，林木木甚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却很明确，如果他挽回不了池离川，他就注定被放弃。他绝不要这样。林木木在池离川公司分部门口等了整整3天，终于看到了人。他用力揉着眼睛，直到眼睛疼了才走上前。离川，我看到你微博上发的了，我很高兴你愿意接纳苏小姐，这也是我一直想看到的。只是网友或许对你那句话过度解读了，你能不能出面为我澄清一下？池离川顿住脚步，看着他要哭不哭的模样，眼神一瞬复杂。是吗？林木木，你愿意我跟苏宁夏成为恩爱夫妻？林木木眉心一跳，嫉妒像是毒汁溢满胸腔，可他脸上依旧挂着无害的笑意。当然，分手的时候我就说过，只要你过得好，我怎么样都可以。池离川看着他有些演不下去的样子，沉声开口：林木木，你那天在马棚受伤的监控，我找人修复了。在林木木瞬间惊惶的目光中，池离川自嘲笑了笑，因为少年时的一个承诺，我毫不犹豫选了你。我从没有想过，你表象下竟会藏着那样恶毒的一颗心。林木木，如果以后我发现你打着我的名头在名利场上行走，别怪我无情。池离川甩开他的手，
自顾自地走进了分部大楼。林木木愣在那里，站了很久，才缓缓转身。他离开的背影萧瑟孤单，没有任何人听见他唇齿间低哑的呢喃。池离川，明明是你说要为我保驾护航，现在想反悔，凭什么？池离川回到办公室，想到刚才林木木震惊绝望的眼神，心里烦闷更重。他坐了许久，才按下内线电话，叫分部负责人进来。你在这边找几个机灵的人，去盯着这个人。他将林木木的照片发到了负责人手机上，捏着眉心开口：记住，一旦他有什么异动，或者想要接近太太的时候，及时报给我，必要时刻可以直接报警。负责人看了一眼，随即点头：好的，池总，今天下午谢氏那边的主事人会过来洽谈业务，到时候还需要您亲自到场。池离川点了点头，知道了，你先去办吧。等到负责人出去，池离川从口袋里掏出那枚从马场找到的戒指，缓缓攥在手里捏紧。他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我的谅解？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下午谢文安过来谈业务的时候，池离川就错愕地看见了站在他身侧的我。谢文安笑了笑：小池总，这是我新上岗的助理。我脸上挂着礼貌的笑意：池总，这是谢氏集团针对这个项目给出的计划书，您看一下。池离川深吸一口气，沉下心来看着手中的计划书。等他看完，抬头看着谢文安，缓缓出声：这个计划书总体来说我没意见，至于价格这方面，你们跟这边分部的负责人谈就行。谢文安点点头，起身准备走出去。池离川出声：谢文安，现在我们的公事谈完了，我需要跟苏宁夏聊一些私事。谢文安看了眼发怔的我，眼里带着些鼓励：宁夏，既然小池总开口留你，那有些话你就跟他说清楚吧。我在车上等你，直到看见我点头，谢文安才走了出去。会议室内，池离川看着我，心里冒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反观我，云淡风轻地问他：池总，什么事？池离川薄唇紧抿，动作很慢地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戒指，声音艰涩：戒指，我找到了。我沉默了。从阿根廷飞往上海，没有直达航班，要经过20多个小时的旅途。也就是说，池离川在1天之内找到了这枚戒指，然后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我看了眼池离川，想了想，问他：那你在找这枚戒指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呢？池少苦笑一声：原来你让我找戒指是假，让我看到那段监控才是真。我从没想过你原来这么聪明。我静静看着他，缓缓开口：毕竟眼见为实，而我不相信你会信我。一句话扎得池离川心脏仿佛破了无数个洞，血液里全是冷意。他张了张嘴：所以你从来不打算原谅我，对吗？他声音里带着颤意，像是等待最后宣判的囚徒。我再度沉默下去，我看着池离川，想了很久，才吐出一个字：是。池离川，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会跟我爸妈说想要跟你联姻吗？因为我喜欢你。池离川猛地抬头，他知道我喜欢他，可他只以为是结婚之后才开始的，却原来联姻之前就开始了吗？我像是陷入了回忆，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但你可能早就忘记了。我喜欢了你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当是否要跟你结婚这个选项摆在我面前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想你是个负责的人，既然愿意跟我走进婚姻，至少我们是有可能的。可我错了，你不是干干净净走进婚姻的，你从来没有将我当成你真正的妻子。我装若平静的叙述，放在会议桌下的手却一点点掐进掌心，怎么会不痛呢？我仅凭着一腔孤勇的真心，踏进了一场单向奔赴的婚姻，然后失去了还未出生的孩子，也放下了偷偷喜欢了10年的人。池离川被我一字一句，像是打碎了脊梁，垂着头，半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用力眨了眨眼，轻声道：你从没有选择过我，凭什么现在要我选择原谅？池离川，我不是圣人，你也不是。如果不是你发现了我的无辜，你发现了孩子没有了，你扪心自问，你会像现在这样卑微的跟我说你不想离婚吗？池离川唇色发白，却发现自己说不出半个字。他是发现了自己喜欢我，可这份喜欢依旧有着自尊和自傲。如果他没有看到那段监控，就如我所说，他不会。池离川颓然地往后一靠，一双幽深的黑眸再也没了先前的期待和笃定。他知道，从此刻开始，他再也没有求得原谅的资格。他是留不住的，人总是这样，总是失去了才知道后悔。一如此时的池离川，他死死压制住那股情意，定定看着我，艰难地吐出4个字：我知道了。我放在桌下紧紧捏着的手松开，朝他露出一个礼貌却疏冷的笑意。那池总，等你有空回国，记得签了那份离婚协议，我就先告辞了。池离川看着我毫不拖泥带水的准备走，忍不住出声喊我：苏宁夏，今晚一起吃个饭吧。他看着回头的我，笑得勉强，就我们2个人，行吗？我抬起手表看了眼时间，迟疑2秒。好。池离川这才松了口气。我给谢文安发了个信息，而后跟着池离川一起走出了分部大楼。我们站在路边等车，却没注意到不远处的咖啡店里，一双充斥嫉妒的眼眸落在我们身上。林木木坐在那里，一双手紧紧握着咖啡杯，任由杯壁滚烫也恍若未觉。原来是这样，你喜欢上苏宁夏，才要抛弃我。池离川，你怎么可以？林木木看着池离川和苏宁夏上车的身影，甚至能听到自己牙关交错发出的声音。他猛地起身，直接朝自己停在外面的车子走去，心底的嫉妒燃烧得他理智崩断。
机遇疯狂，就在他发动车子跟上池离川两人的时候，一辆停在路边的吉普悄然跟了上去，而负责人也收到了消息。张总，那个林木木开车跟上了池总。负责人眉心一皱，打了一行字回去，跟紧了，别让他闹出什么事。一个失去了所有的女人是很可怕的。另一边，池离川带着我到了市中心的一家餐厅。落座后，餐厅内小提琴和钢琴的声音缓缓流淌在我们之间，静谧一片。可偏偏有人要打破这场静谧。池离川，你明明跟我拉过钩，说要保护我一辈子的，你现在是想食言吗？你忘了我们第一次拉钩的时候说过的话吗？拉过钩的事情是一定会实现的。你现在又在做什么？我悠然的心情瞬间被打破。我扭头看着林木木，淡淡出声：你确定你是当初跟他拉钩的那个人？林木木一愣，而后声音尖锐的质问：不是我，难道是你吗？越心虚的人声音越大。一边的池离川瞳孔骤缩，他看向我，眼底充斥着不可置信。然后他就听见我说：那你告诉我，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拉钩的？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那天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池离川像是明白了什么，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林木木，心里只觉得荒唐。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弄错人？林木木脑海中警铃大作，下意识说道：事情过去了那么久，我怎么可能记得清楚？我笑了笑，那天的事情没人会忘记。我说的没错，至少被绑架的当事人之一池离川就记得很清楚。他记得他跟那个女孩子拉钩时我柔软纤细的手指，也记得那天我穿着一条白底蓝花的连衣裙，更记得我说的那句：好，我相信你。池离川看着林木木，眼睛一点点爬上血丝。他不仅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喜欢谁，更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对象。而林木木明明知道我不是自己要找的人，却硬生生骗了自己这么久。池离川只觉得自己要疯了，可他还没有动作，意识到什么的林木木脑子里的那根弦彻底断了。林木木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小刀，竟就这么直直朝我冲了过来。但林木木的疯狂不过持续了2秒，两个身材高大的白人从后面追上他，一左一右的掐住了他的手。池先生，抱歉，一时没控制住，让他冲上来了。池离川阴冷地看着还在挣扎的林木木，冷声道：池蟹伤人，把他送去警局，交由警察处理。等林木木被毫不留情地拖走，池离川才转头看向我：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把玩着桌上的插花，轻描淡写的开口：你手机落在我公寓那天，我看到了你给林木木的备注。池离川急切道：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笑得温和又绝情。有意义吗？池离川那颗激动的心像是被一盆冰水浇下来，顷刻就被冻得不再跳动。我没了吃饭的心思，拿起东西起身。池离川，自从那天在马场的事情发生之后，你就该明白，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可能再回头。事到如今，我只希望我们能好聚好散，以后见面点头之交，互相都不难堪。我脸上依旧挂着笑意。池离川，再见。高跟鞋的声音像是踩在池离川心上，一步步离开。池离川坐在那里，眼前犹如走马灯播放着跟我的一幕又一幕。原来从一开始他就走在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在对的时间相遇，在错的时间重逢。最后他声音沙哑，呢喃出那句犹如千金的告别：再见。苏宁夏10月的第1天，我完成了第1阶段的进修，跟池离川一起回了国。此时的国内，由于苏、池两家都只给了模棱两可的回应，而林木木的经纪公司早就发了声明，林木木已不再属于公司艺人。对于我们3人的恩爱情仇，网上依旧有无尽揣测。而在这天，有狗仔拍到豪门狗血剧的2位主角池离川和我现身虹桥机场。就在狗仔发出照片没多久，池离川发了一则声明：近日来网上对我和我太太有诸多流言，稍后我们会就此事做一个澄清。这客客气气的说法让不少网友愣住，这池家大少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好的脾气？无关网上的声音，池家别墅又重现了当日的一幕，池家二老和苏家二老再一次面对面坐在了那里。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沙发上多了池离川和我。看着池母无奈的神色，池离川脸眸：事情就是这样，我跟宁夏已经协商好离婚事宜。我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池伯母，很感谢你曾经对我的照顾，但我跟池离川确实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希望您能理解。池母无奈一笑：当然理解，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们插不上手，只希望不要影响到2家的合作才好。事已至此，联姻破裂是必然的。池母却想着再挽回一点什么。我爸沉吟片刻，淡淡道：孩子们的事情属于私事，至于合作，自然是公事公办。离婚事宜很快就聊完了。池离川和我拿出手机，各自发了一条微博：我相遇一场，往后的日子各自安好。池离川，池离川，流水已逝，唯愿你安。苏宁夏。我们这条微博发出去，也没再管有多大动荡。我收起手机，看向自己的父母：爸妈，我们走吧。我爸妈自然没有意见，刚站起身，却看见对面的池离川也站了起来。宁夏，上次在阿根廷，我们的散伙饭没吃成，在拿离婚证之前，我们吃顿饭吧。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随后点了点头，好。所有人只看见了池离川的云淡风轻，也没当回事，但只有池母看得清楚，自家儿子在拿起那串钥匙之前的踌躇犹豫，以及在说出那句话之后等待我回答时紧攥的手。池母苦笑一声，闭上了眼，什么都没说。池离川和我走出门，直接去了一家幽静的私人菜馆。饭桌上，我看着一道道上来的菜，有一个算一个，
全是我喜欢吃的口味，神色无波无澜。而池离川也没有任何邀功的意思，好像他今天就只是为了和我吃一顿饭。他认认真真的品尝每一道菜，突然开口：林木木那边，我已经让律师提起诉讼，关于他跨国蓄意伤人以及在国内的一些事，以后他不会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我顿了顿筷子，而后笑了笑，那就好。我们再无他话，一顿饭就这么沉闷的结束。临走时，池离川喊住我，以后在商场上，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尽管说。我回头看他，阳光落在我身上，照出一层金边，我笑得淡然又洒脱。其实我希望我能靠自己走过一个个难关，但如果我真的走投无路，会考虑找你的，池总。池离川看着我，也笑了。我相信你，以后祝苏小姐前程似锦，繁花遍地。池离川就这么坐在那里，看着我一步步远离，再到消失不见。成年人的告别从来无声无息，却弥久不散。池离川站起身走上车，习惯性的打开广播，依旧是夜色撩人，却不再有林木木的声音。音乐声缓缓流淌，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